我国载人潜水器再次刷新纪录，突破1万米。这一举动对于我国来说有何意义？近日，我国的另一款载人潜水器再次创下了新的世界纪录。据央视新闻报道，在本月10号的8时12分，中国的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位于北太平洋西部的马里亚纳海沟成功坐底，坐底深度为10909米。不得不说，这是我国在深潜领域的重大突破，又是我国在深潜领域中的又一伟大里程碑。深海同宇宙一样，因为里面充满着太多的未知，所以人类一直对这2个领域充满着好奇。目前，陆地上最高峰为珠穆朗玛峰已经被人类所征服，然而由于海洋深不可测，所以海洋却没有被人类彻底征服。因此，人们一直在研究探索载人深潜器。所以说，奋斗者号载人深潜器凝聚了中国深潜人的巨大智慧。但是，我国为什么要大力发展深潜技术呢？时至今日，各国的人口数量日益增长，陆地上的资源非常有限，而自然资源又是一个民族和社会走向可持续发展导图的物质前提以及基本条件。目前，陆地上的资源越来越少，而海洋资源却一直有待开发。现如今，不少人认为海洋是充满无限可能的宝库。根据此前的勘探结果来看，海洋中贮藏着非常丰富的钴结壳、锰结壳、可燃冰等资源，并且这些储量是陆地上的数倍以上。所以说，开发海洋资源对于人类来说势在必行。不仅如此，发展性能卓越的载人深潜器也能提高一个国家的工业及科技水平。因为深海中的压强非常大，并且不确定因素非常多，所以深潜工作对深潜器的要求非常高。为了确保载人深潜器能够扛得住深海的压力，并确保载人深潜器内工作人员的安全，所以相关的科研人员要为此研制出性能更加卓越的材料以及先进的探测仪。这样一来，国家的科技水平也会因此而提高。据了解，中国是继美国、法国、俄罗斯、日本之后，世界上第5个掌握大深度载人潜水技术的国家。奋斗者号载人深潜器的出现，代表着我国载人深潜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同时它也标志着我国载人深潜的技术迈向世界领先地位，它对我国今后开发海洋资源带来重大的帮助。F-35战机能否拦截俄罗斯的图160轰炸机？而这相遇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随着俄罗斯恢复轰炸机对周边海域进行巡航之后，我们就经常在新闻上能看到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闯入欧美防空识别区，其中图160白天鹅轰炸机的出动频率很高，这也引起了西方国家警觉。为了应对俄轰炸机的入侵，美军也经常出动先进的 F-35战机对其进行拦截。那么 F-35战机能否拦截图160？近日有挪威人做了一部动画，描述了 F-35战机拦截图160的场景。那么结果又如何呢？在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收到俄罗斯图160轰炸机侵入的警报时， F-35战机的飞行中队紧急起飞前往事发地。画面中，2架 F-35战斗机很快发现有2架图160轰炸机驶来，而 F-35战机利用其机动性，使得一架 F-35占据第1架图160左侧的位置，另一架 F-35占据第2架图160的右侧，呈夹击之势。然而，在 F-35伴飞图160不一会儿，图160突然加大引擎提升速度，其尾翼喷张，同时轰炸机加速前进，很快就将 F-35战机给甩到身后。F-35飞行员试图追赶，却发现赶不上图160的速度，只得无奈目送白天鹅离去。实际上，图160的最高时速能达到2200公里，而 F-35的最高时速为1930公里。相比较之下，图160轰炸机的速度的确快于 F-35战机。此外，图160持续加速维持最高速度的时间也远胜 F-35战机。因此，即使在现实中碰到，图160也能毫不费力将 F-35战机给甩开。动画的场景并不算夸张，这样的结果让美军很不乐观。不过，有专家也表示，这种情况也只是在相对和平的背景下才会发生。如果处于交战状态的话， F-35战机并不会直接伴飞图160，而是在远处就会发射导弹进行攻击。当然，图160轰炸机也不会独自前往前线，而是由战斗机为其护航。有意思的是，俄罗斯媒体表示，挪威人之所以制作这样的动画，是因为在挪威有很大一部分人反对从美国购买 F-35战机。去年的时候，当地就有环保组织公开游行，反对挪威空军购买 F-35战机。他们认为 F-35战机的排量很大，会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不过，如果说只是环保问题的话，倒还不足以让更多挪威人反对 F-35战机。在美国人将 F-35卖到挪威后，这架战机也是连连爆出问题。在2017年，挪威空军接收了3架 F-35战机，然而没等挪威空军感到高兴，
很快，他们就发现这些 F-35战机似乎将把一些敏感的飞行数据传回给 F-35的美国制造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包括战斗机的数据通讯、任务记录以及雷达站点等信息，都能被美国人在家中轻易获得。当挪威人提出抗议的时候，洛克希德马丁只是简单回应，收集数据是为了更好的日后维护，但并不能让挪威人信服。此后，挪威空军在对 F-35测试的时候，又发现战斗机在降落时其减速伞存在问题。当初美国将 F-35卖给挪威时，使用了与其他盟友不同的减速伞装置。挪威空军要求这种装置容错率不超过1/1000，但很显然达不到标准。因此，又有很多挪威人质疑 F-35是否真的有美国人说的那么好。纳卡地区局势依旧严峻，俄罗斯战机却被意外击落。俄罗斯再度遭受考验，这次普京又会做出什么样的抉择？时至今日，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的局势依旧非常严峻，亚阿双方丝毫没有退让的想法。目前有消息称，阿塞拜疆已经率先进入了纳卡地区的核心重镇舒沙。然而，就在双方产生激烈交火的时候，阿塞拜疆却击落了俄罗斯的米24直升机。环球网消息，据俄罗斯卫星新闻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对外宣称，俄罗斯军队的一架米24直升机在亚美尼亚叶拉赫斯镇附近遇袭坠毁，并导致了1人受伤，2人死亡。据了解，俄罗斯军队的这架米24直升机于莫斯科时间11月9日17时30分，在为第102俄罗斯军事基地的车队护航期间，遭遇了便携式防空导弹的袭击。该直升机被击中之后，立刻就失去了控制，并坠毁在当地山区。事后，阿塞拜疆外交部第一时间承认了这一事件，声称是己方部队因为战局紧张，他们提高了警戒水平，导致意外击落了俄罗斯军方的米24直升机。随后，他们表示愿意承担相关的损失以及赔偿。然而，外界依然对阿塞拜疆的这一疯狂举动感到非常震惊，甚至有不少人提起了俄罗斯发生在5年前的一场灾难。2015年11月24日，俄罗斯的一架苏24战斗机在土耳其与叙利亚边界坠毁。随后，双方证实了这一消息，并表示该架战斗机是被土耳其的 F-16战斗机所击落。但是，土耳其方面却辩解称，他们有权击落侵犯领空的外国战机。由此可见，他们的态度确实十分强硬，立场也非常坚定。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就在这件事还未完全得到解决的时候，俄罗斯的另一架战机也失事了。俄罗斯军方的米8直升机在搜救被土耳其军方击落的苏24战斗机飞行员时，遭到了地面武装人员的攻击。该架直升机受损迫降后，机上的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竟然被打死。不得不说，俄罗斯方面确实是受到了非常大的侮辱。虽然说事后土耳其方面就此事向俄罗斯方面表示道歉，但是不少俄罗斯人对此感到耿耿于怀。因为他们最终也没能向土耳其进行有力的报复，所以说这次米24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解决方法，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俄罗斯面临5年前一样的抉择，但这一次普京很果断。据今日俄罗斯网站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在亚阿两国停战协议签署完毕后，俄罗斯方面将会派出维和部队，将前往已经发生冲突了的纳卡地区。由此可见，俄罗斯方面是想借此机会顺势向纳卡战争地区出兵了。那么，如果俄罗斯方面彻底介入了这场战争的话，当地局势会有多大的改变呢？俄罗斯直升机被击落背后并没有这么简单，阿塞拜疆或只是提线木偶，真正凶手为什么要这么干？近日，正亚美尼亚境内执行任务的俄罗斯武装部队的一架米24直升机被导弹击落，造成2死1伤之事，让本就焦灼的亚阿战争再度进入一个新局面。而随着普京宣布将向纳卡地区派遣维和部队，俄罗斯也被正式拖下水。尽管阿塞拜疆第一时间表示是自己误击的，但是作为大国，俄罗斯军队突然遭遇这样的飞来横祸，也让人感觉到事件不简单。俄罗斯媒体 Topcore 就提出了质疑，他们表示此事有几点让人难以相信，俄军机是被误击的。首先，阿塞拜疆军队在边境地区部署有先进的防空识别系统，加上俄罗斯直升机也是公开行动的，很难相信阿塞拜疆军方会没认出那架直升机来自俄罗斯。其次，俄军机被击落的地点既不在阿塞拜疆，也不在纳卡地区，而是在亚美尼亚国境内。即使这架直升机是亚美尼亚军的，阿塞拜疆的行为也是赤裸裸的侵略，不存在防空需要。因此，俄媒认为俄直升机被击落很显然是有目的的狩猎。不过，俄罗斯人认为阿塞拜疆只是提线木偶，真正指使阿塞拜疆军队攻击俄军机的另有其人。其实，真正的幕后真凶也很明显，那就是阿塞拜疆的支持国土耳其。
实际上，在5年前，土耳其就有直接击落俄罗斯战机的劣迹，当时差点引起两国战争。因此说，击落俄军机的胆量，土耳其是有的。不过，不惜得罪大国俄罗斯，土耳其与阿塞拜疆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俄媒认为，土耳其人的目的就是将俄罗斯拖入战争，使得亚哈两国难以达成和平谈判的结果。尽管目前阿塞拜疆在战场上占有优势，然而国际舆论对于两国停战的呼声也越来越大，尤其是俄罗斯多次表态愿意充当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中间人，因此阿塞拜疆与土耳其这些天的战果可能随着和谈的进行而丢掉。对于俄罗斯而言，毕竟高加索地区与俄罗斯毗邻，无论哪方势力打破地区均衡而渗透其中，对俄罗斯的安全都很不利。因此，俄罗斯是希望亚阿两国维持均衡，并不希望出现胜利者。而优势的阿塞拜疆以及试图渗入的土耳其，自然将俄罗斯视为眼中钉。但如果俄罗斯能加入战争，那可就不一定了。对于土耳其与阿塞拜疆而言，尽管俄罗斯实力强大，但主动承认的是阿塞拜疆。即使有怀疑，俄罗斯人也动不了土耳其人，而且阿塞拜疆都表示要承担责任。要是俄罗斯进一步对阿塞拜疆施压，那就是大国欺负小国，在国际舆论上也会处于不利的地步。但军机被击落，导致俄罗斯国内的国际舆论也很大，因此普京只能打着维和的旗号出兵纳卡，而土耳其人的目的也就达到了。